如果你正驾驶新提的顶级轿跑返回豪宅，却突然发现被人跟踪了，你会怎么做？富豪天真的以为对方可能是走错门了，正打算口头教育一顿，可直到看清对方手里的枪，男人立刻选择识趣的趴在了地上。看得出来，这2名劫匪十分专业，他们用事先准备好的干扰器和电脑程序关闭了车辆定位系统，但就在逃走时，恰巧碰上了巡逻的小区。劫匪用廉价的代步车暴力开路，然后大摇大摆驾驶着崭新的 Aston Martin 逃离了作案现场。他们可不是简单的偷车贼哦，因为这伙人只打劫新车，而且必须是顶级豪车。这已经是今天被劫走的第5辆了，其中就包括迈凯伦650和 Maserati MC20、Ferrari SF90以及奥迪 R8，还有刚刚被抢的 Aston Martin。要知道，这些顶级跑车配置的可都是卫星定位系统，有着独一无二的防盗码，一般偷车贼的手段不可能关闭它，除非是有黑客的帮忙。刚好特警吉米就有一位黑客朋友，鞭子曾经就为偷车贼服务过，后来在吉米的帮助下才洗心革面，所以他一定会知无不言的。据鞭子所说，道上和偷车贼有关系的黑客除了他还有1个人。于是反恐特警立刻找到了这家修车厂，果然在屋里见到了抢劫豪车的地图以及如何关闭定位的相关计划，还捎带手顺便抓到了一个正要逃跑的黑客。毫无疑问，这小子就是鞭子提到的那个人，但他似乎脾气还挺倔，张口闭口就是要律师，一句有用的线索也不肯交代。恰巧这时男人手机上来了一条信息，正是劫匪要抢的下一个目标地点。可反恐特警们前脚刚到现场，劫匪已经驾驶着兰博基尼要起，还真是乱拳打死老师傅呀！这小子竟然一枪崩到了特警的脑袋上，多亏反恐特警的帽子是防弹的。紧接着双方在街道上开始了速度与激情，可是大牛足足有650匹的马力，眼看着就要被他给逃了。但别慌，特警卢卡开惯了装甲车，当然是不走寻常路了，这一下就追上了劫匪。但还有更刺激的，只见特警打开了开关，底盘下一根长枪缓缓伸出，然后只要保持好距离，劫匪无奈之下弃车逃跑，正打算从路人手中夺车，但已经晚了，认命吧。可是谁又能想到，2名劫匪的落网才只是刚刚开始，因为眼前这辆大牛的轮胎处多了一些白色粉末状物品。于是卢卡伸手向里面一摸，好家伙，竟然还有意外收获。等特警们将车拆散后都惊了，这他妈也太多了吧！原来是有人在利用豪车运毒，这批车总共有7辆，全都跟这辆大牛一样装满了货，但眼下算上丢失的那5辆，总共才6辆。所以那伙毒贩还有一个目标，被抓的2名偷车贼只是负责偷车，他们并不知道里面藏毒的事情，背后是一个帮派头目在操作。特警查到了最后1辆车是银色 Ferrari 458，很可惜这辆车的定位系统已经关闭了，但不是被黑的，而是车主主动关闭的。据这名不老实的黑客交代， Ferrari 的买家是一名假释的罪犯，他当然不会让当局发现自己开着一辆非法入境的豪车，隐匿资产是常规操作而已。这伙毒贩之所以将目标 Ferrari 放在最后，就是考虑到这辆车的买家不好对付，但眼镜也不知道车主真正的身份。如果想要找到那辆车，除非有一名很厉害的黑客。没错，这个黑客就是吉米的好朋友鞭子。但当吉米找上门时，鞭子已经被那伙毒贩给掳走了。如果想要找出 Ferrari 的位置，就只能试着找到那名假释罪犯的车主。在洛圣都能买得起100万豪车的前罪犯可不多呀。于是警方开始排查这些人名下的住宅，忽然发现有一家的监视器出现故障。吉米猜测很有可能是鞭子在用监视器给警方发求救信号。等反恐特警到了目标位置后，忽然看到房子里传来的枪声，这是2伙人打起来了呀！特警们在车库发现了目标车辆，这他妈也太帅了吧！而此刻毒贩已经搞定了罪犯，正在逼问 Ferrari 钥匙在什么地方，却没想到被反恐特警这群老烟蒂给偷家了。另一个房间，吉米在行动时遭遇对方突然袭击，子弹刚好打中配枪，卡住了枪膛。面对敌人的强大火力，吉米只能暂时移动躲避，等抓住机会再一击毙命。接着吉米在上楼搜捕时又遇上了强敌，感情其他特警都在看热闹，坏人全让吉米给碰上了。2人缠斗了几百个回合，然后熊抱着一起摔进了泳池。艰难的爬上岸后，吉米又被好一顿揍，甚至被按在水里唱国歌。看到这里我都要吐槽了，打斗了足足有5分钟，竟然没有一个特警出来支援，这豪宅到底是有多大呀？最后只剩下1名主犯了，他胁迫鞭子大声呼喊救命，引来特警，好给自己逃跑创造机会。但男人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即使拿到了钥匙，他也开不走银色 Ferrari， 因为特警们早就在偷摸欣赏这辆豪车了，顺便再来个守株待兔。而最有意思的莫过于 Ferrari 的车主了，也就是这名正在假释的罪犯。这小子竟然是个玩说唱的，怪不得这么有钱呢。关注巨石，明天接着讲。